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師。那現在呢，我們正在學習的還是我們的6級 HSK 考前輔導課程。學到現在呀，同學們一定覺得有點累了，不用擔心，我們現在已經是我們的最後2節課了。那我們的這節課呢，講的還是我們的書寫部分。那在書寫部分呢，前面我們已經介紹了非常多的方法。那現在呢，我們要去學習一下，我們怎么去簡化語言。為什麼要學這個呢？因為我們有1000字，但是我們要把它變成400字，所以說你要去把很長的文字變成很短的文字，這個也是有方法的。我們一起來看一看。首先，第一個方法就是我們可以把對話變成句子。我們在文章裡邊經常會看到一些對話，這個人說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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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那個人說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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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實際上呢，他們說的話，我們只要把他們的意思寫出來就可以了，沒有必要把他們所說的所有的話都給寫下來啊。有的時候他們的話比較多啊，也沒有必要。那首先也是很難記住的啊，所以又難記住，又沒有必要，又特別長，那我們當然就不需要去寫下來。我們要寫的就是他們的意思是什麼就可以了。比如說呢，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小段話，我們試一試把它變成簡單的句子。我們先看上邊，他告訴大臣說，我要在全國範圍內親自挑選一個孩子，收為我的義子，讓他來繼承我的王位。他吩咐下去，給全國的每個孩子都發了一些花種，並宣布，如果誰能用這些種子培育出世界上最美麗的花朵，那麼那個孩子便是我的繼承人。那這一段比較長，對不對？那這個國王說了什麼？他還宣布了什麼？我們沒有必要把他說的話和宣布的話一字一句的寫下來。第一啊，我們也記不住；第二呢，太長了，我們也沒有必要啊。那我們怎麼辦呢？我們讀一讀，我們想一想，它是什麼意思呀？是什麼意思呢？就是這個國王他要做什麼呀？他要選繼承人。那他怎麼選呢？啊，他要把種子發給孩子，他告訴孩子，他說呢，誰能種出最美的花，誰就是我的繼承人。所以我們只要把這2個意思把它寫出來就可以了，沒有必要寫國王說什麼，然後他宣布什麼，他做什麼，這個是沒有必要的。所以呢，我們可以這樣寫，看一下，他決定就是國王決定給全國的孩子，全國的每個孩子發一些花種，並宣布誰能種出最美的花，誰就繼承他的王位。可以了啊，意思很清楚了。我們沒有必要再去寫國王說什麼，他又宣布什麼，沒有必要。我們只要把最基本的意思，他要做什麼呢？要發一些花種。他宣布什麼呢？誰種出花來誰種出最美麗的花，誰就做繼承人，就完了。那別的部分我們就不管它了或者是說他的對話每一句是怎麼說的，我們都不管，我們只要管他說的意思就可以了。在文章裡邊一定會出現一些对話，他說什麼，他又說什麼，然後他說什麼他說的比較細緻，那我們不需要把他每一句話都寫下來，我們只需要把他的意思寫下來就可以了。好，這是我們的第一個方法，就是我們簡化對話，我們把对话變成簡單的句子，只要把意思寫清楚就可以了。那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在文章當中有的時候呢，他會用非常多的
adjectives 形容詞或者是 adverb 副詞。他们希望让这篇文章变得非常的漂亮，然后呢，读起来特別的舒服。但是我們在去寫400字的文章的時候，我們要寫的是什麼？這個故事是怎麼發展的？發生了什麼？做了什麼？怎麼辦的？啊，怎麼解決的？最後結果怎麼樣了？我們關心的是主要的內容。所以有一些這樣的修飾性的詞語、修飾性的句子啊，寫得很漂亮的句子，我們都不要了。我們可以都不要，我們都要刪除它。那比如說，我們在這裡也有一段文字，我們來讀一下。國王決定觀花的日子來到了，孩子們穿着漂亮的衣服湧上街頭。他們都捧着鮮花盛開的花盆，每個人都希望自己能夠繼承王位。但是不知道為什麼，當國王從一個個孩子面前走過，看着一盆盆鮮豔的花朵時，他的臉上沒有一絲高興的表情。我們看到了，孩子們穿着漂亮的衣服湧上街頭。什麼是湧上街頭呀？像水一樣出來了，很多像水一樣都出來了。這個對我們跟我們的故事有很大的影響嗎？沒有，對不對？那什麼，國王從一個個孩子面前走過，看着一盆盆鮮豔的花朵，這個也是一個個一盆盆。對我們來說，對這個故事來說也沒有影響，對不對？它是描述性的，讓文字很漂亮，讓文章很漂亮，但是它不影響故事的發展，所以它們都可以不要，都可以刪除。那這一小段文字，它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國王決定觀花的日子到了，那孩子們都拿着漂亮的花。國王看到這些漂亮的花，國王不高興啊。雖然我們還不知道為什麼，後邊會有哈。國王不高興，那這個就已經可以了，這個故事的意思已經很清楚了，所以我們不需要這些孩子們漂亮的衣服呀，什麼一個個一盆盆的什麼，這都不需要。所以我們的句子可以是什麼呢？國王決定觀花的日子來到了，每個孩子都捧着自己的鮮花，希望自己能夠繼承王位。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國王看到盛開的鮮花很不高興，就可以了。那有同學舉手問老師，你說了不需要特別漂亮的詞，那為什麼這個盛開的鮮花你還要寫呢？因為這個對故事是有影響的啊。因為這個國王發的這個種子呢，其實是煮熟的種子，是不可能發芽、不可能開花的。所以孩子們拿的是開了的花，所以國王不高興。那這個呢，就是這個開了的花還是比較重要的，所以這個你應該寫。那像什麼孩子們的漂亮衣服呀，什麼國王一個個的看吶，這些都不重要，這些不影響故事，所以他們都可以刪除。那同學們在讀文章的時候，你要記得有一些這樣描寫的漂亮的什麼的詞彙都不要了，要最重要的內容就夠了。好，那然後我們來看一看我們要怎麼去總結主要的意思，概括主要的意思。有的時候我們看到一篇文章有一段特別長，但是呢，它其實意思很簡單，發生了什麼我們就只要寫發生了什麼就可以了。比如說這樣的一小段特別長的一段，我們試一試把它寫成簡單的一段。我們要想在這個段落裡面發生了什麼呢？我們來看，有個名叫豆豆的小男孩，他也整天用心
培育花種。但是10天過去了，半個月過去了，1個月過去了，2個月過去了，花盆裡的種子依然如故，沒有發芽。如果是我，這些句子都不寫了，都不要寫了，這個不重要，你就寫很長時間過去了，種子沒有發芽就可以了，对不对？最重要的是，這個小孩子他很用心的培育，但是過了一段時間沒有發芽就可以了，對不对？發生了什麼？好，真奇怪，怎麼一點動靜都沒有呢？豆豆有些納悶兒，最後他去問母親：“媽媽，為什麼我種的花不發芽呢？”母親也同樣為此事操心，她說：“你把花盆裡的土換一換，看行不行？”那這裡邊這一小段就是孩子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呢？他就去問媽媽，媽媽跟他說：“哎，你試一試換換土吧。”那就是很簡单的。那我們不需要去說：“哎，奇怪，怎麼一點动靜都沒有？”這樣的對話我們要寫嗎？前面我們說了，如果有對話，我們是不是要寫对話呢？我們不写，我們只寫意思，就是孩子覺得很奇怪，媽媽建議他換土試試。然後豆豆按照媽媽的意見去花園裡挖了些土，在新的土壤裡重新播下那些種子，但是又是1個月過去了，它們依然沒有發芽所以豆豆換了土還是沒有發芽就可以了好，我们所以现在呢要一起來看一下，這麼長，我們把不重要的內容都丟掉對話換一換我們來看，有個叫豆豆的男孩很用心地培育花種，可是花種一直沒有發芽。他聽了母親的建議，換了土，花種還是沒有發芽就可以了。所以你只需要去想他做了什麼，然後怎麼樣了就可以了。至於這樣的過程，這樣的對話，我們都是不需要寫的，我們只需要寫的是發生了什麼事情，有什麼辦法，最後怎麼樣了，做了什麼就 OK 了，就可以了不需要把它變得特別的複雜好，這是我們的另外的一個方法，同學們要多做練習才可以。好，那最後呢，我們一起來看一看，我們要去刪除不重要的東西有一些這個段落特別長，對不對？但是呢，其實呢，它跟這個故事的發展沒有什麼關係或者是說呢，它不太重要。我們只要把最重要的內容這個寫出來就可以了所以有些不重要的內容，我們直接刪除它我們來看這一段，這一段呢是剛才我們在學習標點的時候我們看過的一段，對不對？我們現在一起來慢慢的讀一遍，然後同學們你來想一想，這長段話如果是我要怎麼寫呢？我們來看一下，還沒等哈維反應過來，那團毛茸茸的東西就已經衝向了等在終點的教練。哈維緊張極了，但是出人意料的是，那毛茸茸的東西不僅沒有攻擊教練，相反還親昵地蹭着他。蹭就是碰的意思小狗小貓就很喜歡碰一碰它的主人，我們叫做蹭。哈維睜大了雙眼，這個不重要，對不對？這種描寫的，他睜眼睛這個沒有關係天哪，教練竟然抱着一匹小狼，心裡的描寫不重要。隨即教練向他走來說：“祝賀你，哈維，
在土狼的幫助下，你贏得了冠軍。教練一邊說，一邊用手撫摸着小狼。土狼，這分明是一匹小狼啊，只是它的皮毛是條紋狀的。看着迷惑不解的哈維，教練笑着告訴他，土狼不是食肉動物，它以昆蟲和白蟻為食，性情溫順，不會攻擊人。這匹土狼已經被他收養多年，十分通人性。哇，特別長，讀的時候覺得特別累，寫的時候不要這麼麻煩啊，不要這麼麻煩。像他心裡邊想的啊，他的問的，還有對於這個狼的具體的介紹，我們都不需要，我們都不需要。為什麼呢？因為它對故事沒有影響。這个故事啊，主要講的是哈維作為一個運動員，他一直沒有跑到最快，所以教練呢想了一個辦法，就是土狼的辦法。哈維以為是狼，所以他跑得特別快，但是最後呢，他發現啊，教練告訴他，這個不是狼，這個是土狼。你呢，在土狼的幫助下贏得了冠軍。到這兒，這個故事就結束了啊，就是我們不需要去寫他們中間啊是怎麼啊，他怎麼樣啊，他怎麼樣，他怎麼樣，他怎麼樣。我們只要說，哎，這個哈維覺得奇怪啊，這個是狼啊，然後教練告訴他，不是狼，是土狼。不會攻擊人，你在土狼的幫助下贏得了冠軍，那這個就已經可以了。所以那些不重要的內容我們都可以刪除，我們不需要它們。好，我們來看一看最後我們是怎麼寫的呢？大家也可以自己試一試啊。哈維還沒反應過來，那團毛茸茸的東西就跑向了教練，但是沒想到他沒有攻擊教練，反而跟教練很親密。教練抱起小狼，恭喜哈維在土狼的幫助下贏得了冠軍。哈維非常不解，教練告訴哈維，這不是真的狼，而是他養了很多年的土狼，不會攻擊人啊。我們把事情說清楚就可以了。至於他們之間互相的那個心理的想法呀，還有他們做的很多的細的事情啊，還有對土狼的介紹呀，都不要寫了，這些都不重要。那同學們是不是現在覺得清楚一點了呢？怎麼去在長段的文章當中找到最重要的部分？這個對你來說是很重要的一種能力，也需要你去多做一些練習。好，那我們最後呢，再來看一看，這裡也有這樣的一篇一段文字，2段啊。那同學們來讀一讀，然後你來試一試，你的話要怎麼去總結，怎麼去刪除呢？看一看，不幾年的功夫，他就當上了公司的總經理，並且娶了一個賢惠的太太。看着自己的家，因為自己的努力變得越來越美滿，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實。然而，幸福與不幸總是聯繫在一起的。正當兒子的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父親病倒了。兒子想盡一切辦法都無法挽回父親的命。臨終前，父親拉着兒子的手，滿臉微笑，很滿足的樣子。
好，那我們看了這篇文字以後，我們會發现它的幸福與不幸總是聯繫在一起的這句話不重要，它不影響故事，我們把它刪掉。兒子的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這裡有成語，我們也可以不要。那兒子的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最好的時候其實就是這個時候，他當上了公司的總經理。那這個我們也可以不要。還有就是娶了賢惠的太太家越來越美滿，那這些我们可以把它變得簡單一點，不要太複雜了，我們可以變成簡單的。那我們最後呢可以怎麼寫呢？我們可以寫幾年後他就當上了總經理，還建立了幸福的家庭，生活過得很充實。然而這個時候父親病倒了，臨終前父親拉着兒子的手，微笑着很滿足就可以了。我們要寫的是主要內容關於這些文學的這種描寫的我們都可以不要，我們用簡單的詞彙去寫它就可以了。好，這是我們的刪除不重要的內容。那這就是我們要怎麼去簡化語言的方法。那我們用了一些例子來告訴大家我們刪除不重要的內容，我們總結文章的意思，我們把這些漂亮的句子我們都不要了，我們把對話變成簡單的句子，只要把意思表達清楚就可以了。那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你在文章裡邊會看到很多很多的內容，但是呢有一些內容對故事沒有什麼大的影響对故事有大的影響的事情是什麼呢？他做了什麼？後來怎麼樣了？用什麼辦法這個辦法好不好？最後的結果是什麼？這些才是最重要的內容。你要記住的就是這樣的內容。那至於其他的部分，只要它不影響故事的發展和變化，我們基本上是可以刪除的。或者是長的句子是可以變成短的句子的。你用你的腦子在看的時候，你去想，這段話有什麼意思呢？記住意思就可以了。好，這是我們的簡化語言。那下節課呢，我們就是我們的最後一節課了，大家認真的期待一下，我們下節課再見。